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。这期开始聊一聊商朝的帝王们。但是在介绍商朝的帝王世系之前，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商朝帝王都会有哪些名字，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。否则介绍帝王世系的时候，估计很多人都会有点晕。比如世系图里怎么没有成汤呢？也找不到纣王。然后这些帝王名字里的甲乙丙丁都是什么鬼？另外还打算顺带介绍一下谥号和年号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商朝的每个帝王在生前，也就是活着的时候，都有自己的私名。比如成汤的私名叫吕，武丁私名叫昭。然后从上甲微开始，每个帝王在死后都会有一个日名。再然后少部分帝王还会有庙号。那什么是日名呢？要了解日名，必须先了解天干。什么是天干呢？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有太阳崇拜。所谓的华夏民族，就是指华族和夏族。在古代的一些文献里，华字就是太阳的意思。所谓的华族就是崇拜太阳的民族。在中国远古的传说里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古人给这10个太阳分别取了10个名字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那么这10个名字就是天干。然后这10个太阳是按顺序轮流升起的，所以每一个日期都有对应的天干。在商朝已经开始用天干和地支组合来记日，也就是所谓的干支纪日。有一块商朝的甲骨上刻有完整的60个干支的组合。商朝人同样有太阳崇拜。商王在世时称为王，去世后称为帝。商朝人认为他们死后会到天上，与天上的神明在一起。他的后人会给他取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日名。这个日名就是商帝在天上的名字。日名的格式是一个前缀，再加上一个天干。比如武丁，武是前缀，丁是天干。注意，是要等到去世后才会有日名。那么一个日名里的天干是怎么选定的呢？目前并没有定论，有几种说法。王国维认为日名的天干来自于死者的生日，董作宾认为来自于死者的忌日，而李学勤认为这个天干是占卜得到的。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？目前还没有定论。这个日名很有意思，在商朝时，不仅帝王有日名，皇室成员、贵族甚至平民都可能有日名。比如妇好的日名就叫做司母辛。再来说说庙号。庙号起源于商朝。商朝的君王在死后有自己的家庙，但是如果帝王对宗族有重大的贡献，建立了较大的功业，就会转到太庙合并祭祀，并给他追加一个庙号，让后世子孙永远纪念他。所以不是所有的帝王
都有庙号的。讲到了庙号，就再顺便说一下谥号。商朝没有谥号，谥号是从西周的周穆王开始的。所谓谥号，是君王、诸侯、大臣、后妃等死后，根据其生平功过与品德修养，由后人给予的称号。帝王的谥号一般由礼官议定，在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。大臣、后妃等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。到后来，谥名就都由皇帝裁定了。庙号和谥号有几个区别。第一个，庙号是从商朝开始的，而谥号是从西周开始的。第二个，庙号一般是帝王才有，而谥号是诸侯、大臣、后妃都可以有。第三个，庙号是站在皇室宗族的角度，对宗族有重大贡献的帝王才有庙号，所以只有少数帝王才有庙号。而谥号是后世的朝廷、帝王等对前人的评价，贬或褒都有。谥号有上士、中士、下士之分。上士或者美士是褒扬性的，比如文、武、孝、忠等。中士是中性评价的。下士或者恶士是批评性质的，比如隋炀帝的炀，表示好女色、远礼仪、荒废政事。第四个，庙号固定只有2个字，都是某祖、某宗这样的格式，比如高祖、高宗、太祖、太宗等。而谥号的规则就比较复杂了。先秦的谥号一般是1到2个字，比如秦穆公、魏文惠公，最多到3个字。秦始皇的时候废除了谥法，到汉朝又恢复了谥法，然后谥号一般是2个汉字。由于汉朝倡导以孝治天下，所以除了刘邦以外，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。比如我们常说的汉武帝，谥号其实是孝武，所以他真正的叫法应该是汉孝武帝。汉武帝是后人简略的叫法。唐代开始，谥号开始超过3个汉字。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是文武大圣大管孝皇帝。宋朝进一步发展，大臣的谥号也突破了2个汉字。明代皇帝谥号长度达到了21个字，清代皇帝谥号进一步达到了25个字之多。乾隆的谥号是法天龙运，至诚先觉，体元立极，夫文凤舞，亲民孝慈，神圣纯皇帝。说完了庙号和谥号，再说说年号。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期，是皇帝在位的时候用于纪年用的，所以和庙号、谥号有明显的不同。年号是皇帝活着的时候自己订立的。另一个，年号的用途是用于纪年，
而不是用于对人的评价。一个皇帝可以有多个年号，有的皇帝改得还特别频繁，比如武则天在位21年，改了18个年号。但是到了明清时期，一个皇帝一般就只用一个年号了。这期我们介绍了商朝帝王的私名、日名、庙号这些先导知识，还顺带介绍了谥号和年号。下期我们开始来正式的聊一聊商朝的帝王们，请大家点赞和订阅来支持这个频道，让我有动力把节目做得更好，谢谢。好，下期再见。